本期要对比的是 vivo X100 Ultra 和索尼 RX100 M7， 也就是黑卡7。那上期小米14跟黑卡7的对比呢，双方都稍微有些遗憾。那这回呢，就让这两台设备对比的更酣畅淋漓一点，看看如今的旗舰手机能不能替代旗舰卡片相机。欢迎收看 ZPH， 希望您能点赞和加关注，尤其是加关注，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所以就非常感谢大家了。每期正式测试前都是摄影环节，我会去瞎拍些照片，我拍的不好，抛砖引玉。我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大家能参与到摄影中来。看完前面的照片，可不要只琢磨是哪台设备拍的啊！能成像的设备都能摄影，关键是要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两台设备的表现吧。vivo X100 Ultra 后摄3颗镜头，主摄超广角和 3.7 倍的长焦镜头，它们都是定焦镜头啊，没有光变，没有光学变焦。黑卡7的镜头是一颗变焦镜头，等效焦段是24到200毫米。虽然说这颗镜头相对于它的底来说呢已经很大了，但是依然不能做到恒定光圈，光圈是 f2.8 到 f4.5。X100 Ultra 的主摄和黑卡7的底呢都是1英寸的底，而且它们都有彩丝加持。那下面咱们就正式开始对比这两台设备了，还是先从主摄的焦段开始对比。从参数上看，它们的底都是1英寸的，但是 vivo 的原生像素更高，是5000万像素。但是上期小米对比完之后呢，无论是默认输出的1200万像素，还是高清模式的5000万像素，在解析力方面都是没有黑卡72000万像素清楚的。那这期咱们来看看 vivo 的表现。正式对比前，还是再表扬一下黑卡7的这颗镜头啊，它作为一颗变焦镜头，它的最广焦段24焦段，它的 f2.8 最大光圈居然跟 f4、f8 这种小光圈在解析力方面是完全一样的，那就说明这颗镜头在最大光圈下，它的表现就已经是最锐的了。那么作为一台卡片数码相机，它的镜头表现非常厉害。现在就是 vivo 跟黑卡7主摄拿起来就拍的对比啊，当时天上一点云都没有，阳光暴晒的不行。在成像风格方面，你们更喜欢哪边呢？喜欢 vivo 的打1，喜欢黑卡的打2。在中心解析力方面啊，没有悬念，在普通模式下肯定是黑卡7的解析力更高。再看一组对比，同样是 vivo 的主摄对比黑卡7的24毫米焦段，颜色风格的差别还真是挺大的呀。你们更喜欢哪边呢？中心解析力方面依旧是没有什么反转，解析力就是黑卡7的更高。镜组的光学质量，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这个反映的是镜头的制造成本啊。那 vivo 这边的表现呢，就是大底主摄应该有的优秀水平，但是它毕竟是定焦镜头，它做的优秀是应该的。那黑卡7那边作为一颗变焦镜头的最广焦段有如此的边角画质表现，那是非常厉害的。虽然说它的边角画质下降的范围，就是开始下降的区域确实更大一些，但是有这样的表现，这颗镜头已经是相当厉害了。vivo 的主摄也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那么跟黑卡的2000万像素比，解析力怎么样呢？结果还是比不过黑卡的2000万像素啊。
那可能这张看不清楚啊，是因为黑卡7在暗处的曝光没有 vivo 这么的亮，但是没关系，我稍微把黑卡7的暗部稍微提亮一下，现在就看清楚了吧。在解析力方面，确实是黑卡7的2000万像素更高啊，所以说颜色亮度这方面都无所谓啊，轻松调。最关键的硬实力呢，还是解析力。不过呢 ，vivo 的主摄还有 AI 的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就是比普通的5000万像素模式更高清。那么在不管是更多的多张合成也好，还是数码计算也好啊，这回它的解析力确实跟黑卡7的2000万像素差不太多了。当然了，我估计跟上期节目一样啊，有些朋友依然会注意到高光部分两台设备拍摄出来的效果差别很大啊。那么这点呢，还是留到宽容度环节咱们再说。再说超广角镜头 ，vivo 这边是有等效14毫米的超广角的，但是黑卡是没有超广角的，它最广的焦段是到24焦段。现在就是 vivo 的14毫米超广角和黑卡最广的24焦段的对比，视角差距还是有点大的。那如果你想拍超广角的时候呢，最起码 vivo 给你提供了超广角，在光线充足的时候成像也是不错的，但是黑卡那边就不行了。所以在超广角方面嘛 ，vivo 还是有天生的优势的。再看中长焦的对比 ，vivo 的长焦呢是等效85毫米的3.7倍镜头，感光器的底不小啊，1.4英寸，而且原生像素是2亿像素，从数值上看呢还是非常厉害的。黑卡那边呢还是2100万像素啊，镜头就是内核变焦镜头24到200。对比样片先从2倍开始看 ，vivo 的2倍啊，它等效45毫米，黑卡这边用的是50毫米。在解析力方面，黑卡的更优秀。重头戏来了啊！现在 vivo 是3.7倍的85毫米镜头，它是光学焦段了，跟黑卡的85毫米焦段比呢，解析力依旧是黑卡的更好。不过 vivo 的3.7倍是有2亿像素高清模式的，那么它跟黑卡比怎么样呢？我相信大家也比较关心这点。放大看的话，这回在解析力方面两边差不多了，但要是说谁的解析力高，可不好说啊。vivo 这边数码处理的痕迹还是有的，而且有些细小地方的裂缝啊、裂纹啊，这些东西的纹理跟黑卡那边的表现看起来是不一样的。黑卡那边肯定是纯的光学解析力，没关系，咱们再比一组，依然是 vivo 的3.7倍2亿像素对比黑卡7的2000万像素啊。解析力方面跟上一组样片展现出来的效果差不多啊 ，vivo 这边还是能看出数码处理结果的。要是说细节展现嘛，咱们就说两边差不多吧，反正 vivo 肯定不比黑卡强。不过呢 ，vivo 的2亿像素呢，只有在3.7倍这个光学焦段下才有2亿像素。黑卡这边呢是光学变焦镜头，拍摄远方呢，它可以用2倍端来拍摄。这个时候 vivo 这边的3.7倍2亿像素表现再好，也是没有黑卡200端的解析力强的。但是又有人说了，手机有计算摄影啊，也不要小瞧它的能力。咱们继续看看数码变焦的表现。现在就是 vivo 10倍数码变焦230毫米对比黑卡的200毫米。你还别说啊，计算摄影还就真发挥威力了。最起码高光部分 vivo 没有过曝，黑卡已经过曝了。但是从细碎的小细节、小裂缝上看呢，解析力依旧是黑卡的表现更好。如果这点你看不出来，你踏踏实实换一个大显示器，用 4K 去看，别用小屏幕低分辨率去看啊。那至于过曝的问题呢，咱们还是留到宽容度环节再聊。现在是 vivo 26.1倍的600毫米数码变焦，为什么是26.1倍呢？因为这是 vivo 专门给出来的一个焦段，它就是26.1倍。那么跟黑卡的200毫米焦段对比呢，你还别说啊，这回最起码在一眼上看起来就是 vivo 的表现更好。就算再怎么仔细看、仔细分辨光学素质，我也不会说是黑卡的表现更好了。看来如今的计算摄影还有 AI 确实对手机的影像表现是有帮助的。vivo 这边是有专门的微距模式的，它是用3.7倍的光学镜头直接拍摄微距的。黑卡那边呢，经过我的测试呢，我感觉它的50毫米焦段拍摄微距的效果比较理想，拍摄起来呢也比较方便啊。从实拍效果上看，要说放大比呢，还是 vivo 这边的表现更好。但是黑卡这边由于像素更高呢，两边放大看，实际微距的效果在解析力方面两边是差不多的。但是 vivo 这边有一个4.7倍跟10倍的数码变焦来拍摄微距的选项，那么这个时候啊，在解析力方面确实就是 vivo 的表现更好了。再说前摄啊，先说自拍，当然这个前摄自拍呢指的是手机，黑卡那边就是把相机调过来拍就行啊，反正它也有翻转屏幕。
vivo 的自拍表现呢，在以往的测试中，它的表现都是非常好的，很令人放心，水平是很高的。黑卡那边呢，就是真实还原，你长得好看，拍的就好看。拍完之后，你是否再继续修图呢？那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了。现在是前摄录像的表现，当然前摄指的还是手机了，黑卡就是翻过来拍就行。从人物的肤色上看呀，还是 vivo 那边的表现更好，两边的防抖跟清晰度都是没问题的。从录像本身来说，水平都是挺高的。再说人像拍摄 ，vivo 这边使用的就是手机人像模式的默认设置，黑卡那边当然也是默认设置了。从照片的观感上来说呢 ，vivo 这边肯定看起来更精致，人物看起来更帅气，整体照片呢也更好看。黑卡那边的表现呢，就是中规中矩，相机该有的样子，没有什么美颜，没有什么计算摄影。拍完之后呢，是否修图呢，就看您自己的吧。再说宽容度的对比，当时天上啊是一点云都没有，而且阳光非常强烈。vivo 这边呢，就是用手机该有的用法，拿起来就拍。黑卡那边呢有几种曝光模式，咱们先看拿起来就拍的，用的也是RAW格式。可以看到 vivo 这边天空的灰蓝色也拍出来了，树叶跟天空的分界呢做的也比较自然，暗部细节呢也比较完整。但是黑卡那边呢，天空已经完全过曝了，就是纯白色了，拍不出它的灰蓝色，而且树叶跟天空的交界呢，树叶也变得非常的稀疏，暗部细节保留倒是挺完整。现在黑卡换了一个曝光模式，叫强光模式，机身设置也就有，它会尽可能的保留强光区域。这个时候天空的蓝色也拍出来了，树叶与天空的分界也正常了，但是暗部细节全没了。现在呢，黑卡又换了一个点测光模式，我精准的去控制它测量画面中在灰阶比较靠中间的位置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画面看起来是最均衡的。它的亮部呢也不是非常的过曝，树枝与天空的分界看起来相对正常，暗部细节呢也保留下来了。干脆两边都调整一下吧。那调整之后呢 ，vivo 那边的画面也不是闪亮了，黑卡这边的画面呢，虽然说亮部抢救不过来，但是树枝与天空的分界呢看着更自然了，暗部看着也更好看一些了。现在就是调整的过程。打开黑卡拍摄的3张RAW格式照片，分别是拿起来就拍、强光模式和点测光模式。那先看强光模式能不能挽救一下啊？虽然说它的天空拍摄出来了，但是它这暗部细节看起来是什么都没有。提亮之后呢，发现确实暗部还是有信息的，但是这个噪点实在是太爆炸了，是吧？再看看点测光模式拍摄出来的RAW格式怎么调吧。因为拿起来就拍那个模式啊，天空爆的确实太厉害了。可以看到降低高光之后呢，树枝跟天空的分界变得更好了。但是天空的颜色啊，就是这个灰蓝色呀，真的是咱们也调不出来了，因为照片的数据里啊，并没有这部分信息，是怎么调也调不出来的。不过点测光模式的暗部信息保留的还是不错的啊，随便调整明暗，噪点的表现也是比较纯净。那再看一眼 vivo 拍摄的 JPG， 它的调整范围怎么样？注意是 JPG 啊。从原片上看，就可以看到天空中的灰蓝色已经被拍出来了，树枝与天空的分界也是比较自然的，暗部细节的呈现也是没有问题，也很纯净的。那这是因为手机的拍摄呢，它是多张合成，它是计算摄影，它会把不同曝光的照片融合在一张照片里边，又保留了亮部细节，又保留了暗部细节。那在后期调整的时候，虽然说它是 JPG 文件，但是由于它的照片中亮部暗部的信息是很全的，比如说天空，我想让它再暗点再蓝点，我想让它再亮点再白点啊，随便调。暗部也是，我想让它再暗一点，我想让它再亮一点啊，随便调。这就是照片本身，只要信息全啊，不管是什么文件，甭管是RAW文件还是 JPG 文件，都可以随便调。那这就是我反复提过的，用手机你拿起来拍就行了，不用想什么RAW格式。现在没有一台手机的RAW格式是可以明显强于它的直出 JPG 的，但是相机则不同，你已经用相机了，已经不怕麻烦了，就踏踏实实的用RAW格式吧，毕竟比 JPG 的宽容度会好一些。再看夜景的对比，手机呢就是拿起来就拍啊，现在还没有用夜景模式。黑卡这边用的是拿起来就拍和点测光两种方式来拍摄，用的是RAW格式啊。可以看到，经过点测光和RAW格式调整之后，黑卡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弥补了一些上期的遗憾啊。但是就是拍摄起来比较麻烦啊，毕竟手机那边它就是拿起来就拍啊。到了这个高难度场景，手机拿起来就拍的效果已经很好了。那黑卡那边就算是点测光加RAW格式调整后呢，效果依然比不上手机拿起来就拍。
现在是手机2倍46毫米焦段对比黑卡50毫米焦段，那黑卡经过调整后呢，效果还是可以的。现在是85端的对比，相机那边没有调整前呢，画面是没有手机这边好看的啊，手机拍出来的还是比较好看的。那相机那边调整之后的效果还是可以的。现在 vivo 是10倍230毫米，当然它是数码变焦了啊。黑卡那边是光学的200毫米焦段，黑卡那边没调整前肯定是手机的效果更好，调整之后呢，也是手机的效果更好啊，而且黑卡的噪点已经比较多了。来到了城市非常昏暗的场景，主摄的表现，手机这边还是比较不错的啊，看起来比较纯净。黑卡那边不用放大就能看出噪点了，如果放大看呢，那噪点是非常明显的。虽然说黑卡那边是可以后期降噪的，只不过忒麻烦了是吧？降噪之后的效果呢还可以吧，相比之下 vivo 那边就是拿起来就拍啊。现在是昏暗的场景长焦的对比， vivo 那边拍摄出来的照片非常好看，黑卡那边的表现也是不错的啊，就是噪点非常多啊。虽然说后期可以通过降噪来改善一下黑卡照片的表现，还是那句话，人家手机就是拿起来就拍呀。来到了极暗环境，从祖传神树开始呢，手机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这个时候手机的优势就完全体现出来了，跟黑卡比呢，细节呈现的优势就非常明显了。健身器场景是非常极限的场景，这也是黑卡7最后一个能对上焦的场景啊，在细节呈现方面差距是非常明显的。我估计有人会问，你怎么不给黑卡7配个三脚架呀？拜托呀，你都用这么便携的设备了，你还带什么三脚架呀？而且黑卡7的售价大几千小1万的，你有这个钱你还不怕折腾？你为什么不买一个更好一点的专业相机，再配个镜头，再配个三脚架呢？我觉得这样更适合你。从树林小路场景往后呢，黑卡7就再也对不上焦了，手动对焦也没戏啊，因为屏幕上一片漆黑，屏幕里什么预览都没有，只能蒙着拍。那最终的结果呢，就是跟手机的夜景模式比，跟手机拿起来就拍的夜景模式比，没法比。再说视频录制，两边用的都是设备的默认设置啊，它们在颜色方面的区别还是有的，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颜色风格呢？防抖跟清晰度两边做的都非常不错。现在 vivo 是2倍，黑卡是50毫米焦段，两边看起来好一致啊，连颜色看起来都是这么的一致啊，放心，我没有放错视频，但是它们看起来真的好一致。现在两边都是85毫米焦段， vivo 那边呢就是 3.7 倍的光学镜头。颜色方面两边是有区别的啊，颜色亮度的区别还是有的，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防抖跟清晰度两边都很棒。现在 vivo 是10倍数码变焦230毫米，黑卡是200毫米段啊，防抖两边看着差不多。颜色呢，这回我感觉 vivo 有点稍微的艳俗一些啊，颜色还是黑卡那边更柔和，而且清晰度也是黑卡的更高。现在是夜晚24毫米端的对比， vivo 那边呢就是主摄，暗部细节呈现呢，这个没得比，就是 vivo 的更好，但是 vivo 的这个场景呢有鬼影，你看黑卡那边一点鬼影都没有。现在是夜里长焦镜头的表现， vivo 是 3.7 倍的85毫米端，黑卡那边也是85毫米端，整体的表现呢就是 vivo 的更好。现在是夜晚10倍的表现， vivo 那边是230毫米，就是那个 3.7 倍镜头85毫米端的数码变焦啊，黑卡用的就是最远的焦段200毫米的光学镜头，那么整体的表现呢也是 vivo 的更好。但是仔细看清晰度啊，黑卡的还是不错的啊，就是暗部细节呈现没有 vivo 的好。好了，快到结尾了。这工业设计和硬件的环节呢，本来是给两台手机相互对比时预备的。那么这两台设备呢，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什么工业设计你喜欢哪边啊，是吧？硬件什么的也就没得可说了。那至于黑卡这边的特性呢，上期对小米的时候呢，也说的不少了。总之呢，就是这台小相机啊，它非常的小巧，非常的方便，而且非常的专业。它的操作非常好，拍摄呢也非常的爽快。由于它的体积非常小呢，它就非常便携，只要镜头不伸出来，你随便都可以揣在哪个口袋里边，拿出来拍摄呢，也是非常的便利。但是无论它有多么的便利呢，你出门还是得带手机。OK， 到结尾了，看完前面内容，希望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